你知道吗？现在全世界最值钱的公司不是苹果，不是微软，而是英伟达。它的市值已经高达4.4万亿美元，比整个上海交易所的交易规模还大。可就在它风头最近的时候，两件事儿把它推上了风口浪尖儿。第一，中国网信办正式约谈英伟达，点名要求它对 H20 AI 芯片的安全做出说明，因为担心它能够定位你和远程关机。第二，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了对进口半导体征收最高100%关税的大招，但在美建厂或者承诺大额投资的企业可能被豁免。一个是技术安全的质疑，一个是贸易壁垒的加码，这背后到底是怎样一场科技和政治的博弈？投资者又该怎么应对呢？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讲清楚。H20 芯片是什么？这个 H20 啊，是英伟达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高性能 AI 芯片，它用的是英伟达最新一代的 Hopper 芯片技术，比之前卖给中国的 A800和 H800呢稍微快一点，但是速度呢又卡在美国的出口限制以下。这件事的时间线是这样的：4月份的时候，美国以出口管制为由暂停向中国交付 H20。7月份的时候，美国商务部开始发布部分的许可，允许英伟达恢复出货。8月初的时候呢，出口限制进一步放宽。这款芯片一旦批量出货，将直接服务中国的 AI 大模型、云计算等核心领域。那这个后门的争议是怎么来的呢？这次不是坊间传闻啊，而是中国国家网信办正式介入了。网信办在约谈英伟达当中呢，提出了2大担忧。第一就是这个芯片的定位和跟踪功能，怀疑啊这个芯片的地理位置模块会定期，比如说每30分钟啊加密回传位置信息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它的远程关闭功能，担心它通过 PMU 电源管理单元，在不通知用户的情况下触发核心断电，就相当于远程熔断了。这个 PMU 啊，就相当于芯片的开关管理中心，它能够控制芯片什么时候开机，什么时候关机，甚至能让芯片的某些部分功能啊暂停工作。如果有人远程操控了这个总电闸，就等于可以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直接把芯片给掐断电，让它立刻关机。那就好像你家电脑正在运行着，突然有人把配电箱上的这个电给断了。这些功能啊，如果被外部利用了，那可能会造成数据中心停机、业务瘫痪，甚至影响国家级的项目呀。英伟达对此呢做了2次声明了。7月31号，他发了一个简短的声明，否认存在后门。8月6号发布了一个长文，说没有后门，强调硬件后门违背可信系统原则，并且举了个例子，说1993年美国的 Clipper Chip 失败的一个案例啊，美国政府后门呢最终成了集中式的漏洞，被市场完全否定了。那这个案例是怎么回事呢？Clipper Chip 是美国政府在1993年推出的一种特殊芯片，它的设计里啊，当时是故意留了一个备用钥匙。官方说呢，是为了方便警方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解密通讯录啊，抓坏人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个备用钥匙呢，并不只在政府手里啊，它本身是一个隐藏的入口。一旦这个入口被黑客找到了，那就能像拿到你家备用钥匙一样，随时进来偷东西。结果呢，这个 Clipper Chip 很快被安全专家发现了。那大家觉得这种芯片根本不安全，企业和消费者都拒绝购买和使用，这个计划呢就彻底失败了。换句话说，英伟达现在的立场是：我们不会，我们也不能在硬件层面留后门，因为那会毁掉整个信任体系。这件事儿为什么这么敏感啊？一方面，中国担心技术依赖带来的安全风险；另外一方面，美国国会正在推进芯片安全法案，要求在部分出口芯片当中加入位置校验追踪机制。这恰恰就戳中了中国的敏感神经，因为这已经不只是技术问题了，而是典型的科技安全加地缘政治的博弈。特朗普呢，一直是美国制造的推行者。这次他的口号很简单，进口芯片呢，最高要征收100%的关税。但是这也不是一刀切，而是选择性的关税。那谁能豁免呢？就是在美国建厂的企业，比如说台积电啦、英特尔啊，基本被视为是豁免的对象了，因为他们承诺大额投资。比如说苹果刚刚宣布了新增1000亿美元在美制造投资，总承诺4年投6000亿美元。市场解读，这就是以投资换豁免。这招的核心是什么意思呢？
不是短期增加美国的财政收入，而是逼迫全球半导体产业向美国本土迁移，减少对亚洲产能的依赖。这和芯片和科学法案以及最新的芯片安全法形成了呼应，都是在做产业安全布局。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呀，美国就觉得日本半导体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扩张太快，威胁到了美国本土厂商的地位，特别是在存储芯片领域。日本的份额呢，一度曾经超过了70%。于是呢，美国在1986年推动签订了美日半导体协定，核心思想就是对日本半导体征收最高关税100%，同时要求日本开放市场，让美国的芯片厂商进入，设定日本出口价格的最低价标准，防止日本芯片的倾销。当时这场博弈的短期结果呢，美国本土厂商在存储芯片领域确实得到了缓冲的时间，日本不得不提高芯片的出口价格，并且减少了对美国的出口。韩国和台湾的厂商趁机崛起，比如三星、台积电。长期的结果来看呢，日本芯片产业开始走了下坡路，尤其是在存储芯片领域被韩国赶超。美国虽然保住了一部分逻辑芯片 CPU、GPU 的优势，但是存储芯片产业逐渐外移到了亚洲其他国家。短期让美国本土企业受益，但长期呢，让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更加碎片化，生产成本和复杂度极大的提升了。目前中国和美国芯片背后的这场较量，实际上是科技垄断和技术安全的一场较量。英伟达在 AI 芯片市场的垄断，让它既是产业的引擎，也是潜在的单点风险源。当它的核心产品被质疑有安全隐患的时候，这种风险呢会被政治放大化。第二呢，就是保护主义的双刃剑，100%的关税，短期看呢是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利好，但长期肯定会削弱全球分工的效率啊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选择性的关税呢，会制造新一轮的产业链洗牌。H20争议和100%的关税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，一面是技术信任危机，一面是产业链控制权的争夺。那这件事儿对投资者有什么启示呢？首先呢，我们就是应该多关注国产替代和多元化供应链，国产高端芯片，非北美供应商的厂商可能会受益。第二呢，就是布局在美产能标的，在美建厂或者和美国深度合作的公司，可能在这场关税博弈当中站稳。第三呢，如果你是攻守结合型的选手，你可以既关注半导体、AI 算力等成长板块，同时呢，也配置黄金、红利、ETF 等进行一个对冲。第四呢，就是要跟踪政策窗口 H20安全审查的结果，关税豁免的细则都可能会是市场的重要拐点。总结一下啊，今天我们聊了两件事儿 ：H20芯片的安全争议，以及特朗普的100%半导体关税。一个呢是触发了技术的信任危机，一个呢是加速了供应链的重构，它们共同构成了全球科技战的新一轮攻防。未来的格局是走向去全球化的碎片化体系呢，还是形成新的合作模式？我们拭目以待。我是苏涵，下期见。